收到叶雪婷回国信息时，老公在家里疯了一样的打杂。如果不是叶雪婷出国，我怎么会和你结婚？要是没有你就好了。我笑了笑，识趣离开，成全老公和他的初恋。如他所愿，我去死了。可我死后，老公抱着我的骨灰盒哭了一夜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凌晨，一声惊雷将我从睡梦中炸醒，我一下子就从沙发上坐了起来。客厅的窗户没关，刺骨的风夹杂着些雨水奔向我，很冷很冷。可此时，看着一片漆黑又空荡的家，我的心更冷。打开手机，空荡荡的页面告诉我，老公严雨舒仍然没有给我发一条信息。我忍不住苦笑，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慢慢消失。昨天是我们结婚的7周年纪念日。上班分开前，我还特意叮嘱他今天要早点回家。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宣布，可他依旧失约了。我仰在沙发上，看着茶几上摆放着的诊断报告，怔然出神。我还没有告诉他，我生了病，只有最多3个月的时间了。我想跟他说，只要再给我3个月时间就好。此后，他就可以和叶雪婷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但显然，他并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虽然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，但我的心还是不由自主地收紧。他去哪儿了呢？是去了叶雪婷那里了吗？正想着，手机页面终于弹出来一条信息：阿叔喝醉了，今晚就在我家休息啦。随着信息来的，还有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我的老公躺在他怀里，面色绯红，含情脉脉地看着他。虽然我知道，严雨舒的眼睛是天生的深情眼，无论看什么都是如此，但他这样温柔、毫无攻击性的形象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我死死盯着屏幕，大脑深处的疼痛感又一次蔓延而出，让我整个人承受不住地开始站立。我将头埋进抱枕，第一次理解了鸵鸟。只要我不去看，不去想，我的家庭就还是墙上婚纱照中的那样完美。爸，嘈杂的电话铃打断了一切。我颤抖地拿起手机，是那个陌生号码。接通后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沉默在我们之间蔓延。又过了不知多久，那边轻笑一声，带着说不出的轻蔑、怂货。说完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一听这个声音，我就认出来了，是叶雪婷。对于叶雪婷，我并不陌生。10年前，我严雨舒和叶雪婷是同班同学。不同的是，他们是学校里出了名的风云人物，而我
是班级里最不起眼的贫困生。除了成绩，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。我们原本是不相交的平行线，可老天总是喜欢捉弄人，让我们有了一个焦点。开学没多久，班级组织了一次聚会，30-40个人，乌泱泱的准备坐地铁去往聚会的地方。前面人都顺利地拿着手机一扫就过去了，直到轮到我。因为家庭原因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坐过地铁，所以不懂应该如何操作。但我不想被同学们看出来，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样看着高人一等的学霸，其实是个连地铁都不会坐的无知者。我强装镇定地拿着手机，学着周围人的动作贴上去，但闸门并没有反应。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，巨大的惶恐不安感从背后升起。快点呐！我真服了。磨蹭什么呢？是不是卡里没钱了？去服务台那边充值一下呀。周围人的催促让我额头渗出汗珠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生存死亡也就这样了。这时，一只白皙的手将我牵出人群，他带着我办理了地铁卡，带着我坐上地铁。在这途中，他很耐心地教我如何操作买票，如何查询自己要到的地方是坐几号线，如何查看车辆的方向。他讲得很详细，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并没有听清，只记得那个白色身影带着温暖的栀子花味，将我可怜的自尊收纳装好，再小心翼翼地送到我怀里。我想起方才他笑着拉起我的手的情景，我的心就忍不住砰砰直跳。数百只小鹿在里面欢快地奔跑着，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卡片，笑了。原来书上说的一见钟情是真的存在的呀。那次之后，我就不由自主开始关注起了严雨舒。我看着他和叶雪婷越走越近，看着他们确定关系，看着他们因为出国的事争论，我就像是一个可笑的窥探者，从门缝中看着他们的悲喜。严雨舒哭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想出现在他面前，帮他擦掉眼泪。可我知道，还没有到时间。我内心的黑暗忍不住爬出来。那段时间，我不停在想，等叶雪婷一走，我就有机会了。我一定能在她最需要关怀的时候靠近她，一定可以。快了，再耐心点，很快就有机会了。怀着这样的心情，我期盼了一天又一天，终于还是让我等到了这个机会。叶雪婷获得保送名额，去了远远的另一个国家。而就在她坐飞机离开的那天，严雨舒失踪了。那天夜里，我冒雨找遍了学校的每一条小巷，最后终于在学校后面找到了坐在地上的她。暴雨浇湿了她的衣服，紧贴的身形曲线，露出她壮硕有力的肌肉。
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我，像是一朵被折断的花，只能被迫接受风雨的摧折。我知道，我的机会来了。我是个小人，我跪在他面前，求他给我一个机会。这是乘人之危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我终于得到了他。回忆结束，我才发觉眼泪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滑落眼眶，泪流满面，大概说的就是我如今的样子吧。我知道，我是时候该放下这段本就不该开始的关系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不知为何反倒轻松了许多。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，我这个病非常棘手，以这里医院的医疗水平，暂时无法医治，建议我去首都的医院试试看。我才30岁出头，就算没有言语书，我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。我不想死，所以我决定去首都医院。此后，我的人生只为我自己而活。决定好就马上行动。我一晚上没睡，连夜买好最早班机票后，将我在这个家里留下的痕迹全部消除。有些要的东西我放在我的行李箱中随身携带，那些不要的，我全部丢进了垃圾桶。随后，我便出发到机场，独自来到这首都医院。你怎么才来？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推了推眼镜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。随后，他指了指我拍的 CT 片子。你的情况非常严重，需要马上住院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最好通知一下家里人过来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朝医生点点头，接着拿过那带着温热的纸张，起身离开。身后是医生带着无奈的叹气，真是可惜了，还这么年轻呢，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，真的不容易呀。若是早来半年，再往后的话，我没有听下去。刚办完住院手续，言语书的电话打了过来。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回我的消息？他一开口便是一副质问的语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没有接他的话，反问：昨天是我们7周年的纪念日。电话那头顿了一顿，应该是在想法子怎么敷衍我吧。半晌后，言语书放软了语气：是我的不对，我没有早一点回来。我冷笑一声，果然如此。我开口打断他，离婚协议书就放在书桌上，你签字吧，我回来后拿。本以为说出离婚2个字，我会心如刀绞，可如今真的说出来了，我反倒是释怀地松了一口气。什么？你要和我离婚？言语书猛然拔高了语气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。我知道你是不高兴我昨天没有守约吧？你好好在外面散心。1周？不，1个月后就回来吧。我还没来得及回话，言语书便干脆挂掉了电话。
听着电话里的忙音，居然莫名觉得对面人的慌乱。我讽刺一笑，并不想再理会他。趁着还有时间，我将电话放进口袋中，打车去了大学母校。傍晚，我慢悠悠地走在学校的操场上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很多东西。我知道严雨舒为什么不愿意离婚，自然不可能是因为放不下我，而是因为如今他是公司的高管，不能爆出一点不利于自身职业发展的丑闻。本来，这个位置也该是我的。当年严雨舒的状态很差，自暴自弃的他每天都窝在家里，想要以此去逃避一切。是我用自己的前途和老板商量，将他拉入了这家公司的大门。进入公司后，严雨舒做得很好，他不仅很快取代我的位置，更是让我心甘情愿退下来，成为他背后默默付出的女人。他完不成的工作，全部都交给我。一个人有2份出色完成的工作方案，晋升自然是飞快。老板是知道这一切的，他不止一次劝我不要赌任何人的良心，不要为了任何人放弃自己的事业。如果我愿意，随时可以回去，可我拒绝了。学业、工作，这些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没有严雨舒重要。当时的我觉得，只要他开心，就什么都可以。可现在，我只想要活着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不过，这应该也很难实现了吧？回过神来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居然已经过了那么久了。我抬头看着那美丽的夕阳，突然就懂那句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是什么意思了。周围不知道何时多了很多牵着手到操场散步的情侣，在夕阳的照射下，一切都显得如此温暖，这让我心中不免生出了一丝丝羡慕。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也经常出现在这里，只是那时的我是装作无意路过的偷窥者，一次次地路过严雨舒和叶雪婷的身边，看着他们的青春张扬，想着想着，我就走到了学校的凉亭。我记得，就是在这里，严雨舒答应了我的求婚。我和严雨舒领证并没有告知众人，我知道那是因为他的心里对叶雪婷还有期待，所以我告诉自己，只要等得足够久，他肯定能看到我的。其实，叶雪婷才是我成功上位的最大功臣。在我们在一起不久后，他就找到我的号码，给我发了一堆辱骂的消息，称呼我为舔狗。可我不在意，我自嘲地称呼自己为纯爱战神。严雨舒知道这些事后，约我到凉亭。还记得那天，他摩挲着手机屏幕，不知待了多久，忽然扭头看向我：“你是不是还欠我一个求婚？”那天阳光明媚，我跑遍了周边花店，用我仅剩的钱买了一束超大的玫瑰。我环抱着鲜花，
满怀期待地在严雨书面前单膝下跪。你能娶我吗？严雨书垂下眉眼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好啊。片刻后，严雨书冲我一笑，抽出一束鲜花，抱住了我。我开心极了，以为苦尽甘来。我的付出终于被严雨书看见，只是没想到如今会是这个结局。突然，我有些呼吸不畅顺，我用手捂住胸口，用力呼吸，拼命想抑制住这突发的症状。可我的这一举动貌似惹怒了上天。很快，我的脑袋一阵剧痛，脚下一软，我忍不住抽搐地倒在了地上。再次睁眼时，我已经回到了医院。你怎么偷偷跑出去了？你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，不要乱跑。不是每次都像今天，有好心人路过把你送回来。一旁的护士见我醒了，忍不住开口斥责道。他有些气愤地说，既然想活着，那就配合我们一点，不要再做出今天这样的事。我歉意地冲他笑了笑。这时，我发现手机里有一条消息：30万，你拿出去好好玩。是严雨书发来的消息。我讽刺地勾了勾嘴角。这算什么？安慰金？我收下了钱，却没有回复严雨书。没办法，现在动手术和住院都需要钱。这笔钱就当作严雨书对我的补偿。我收得心安理得。还有几天就要动手术，医生便让我把头发剃了。看着镜子里穿着病服，剃着光头，脸色苍白，骨瘦如柴的自己，我内心有些不是滋味。到如今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我是一个要死了的人。一阵电话声突然响起，将我拉回了思绪。是严雨书打来的电话。一接通，他的声音就响起了。姚思雨，钱收到了吧？不够的话和我说。听着严雨书的话，我有些哑然失笑。距离我从家里离开已经过了快1个礼拜。如果说严雨书中途回家过一次，就可以看到我放在桌面上的病情诊断报告和离婚协议。很显然，这1个星期他都没有回家。不用猜都知道，他肯定是和叶雪婷待在一起的。叶雪婷回国了。我打断他的话，淡淡开口道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半晌后，严雨书才慢慢开口，声音已然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。你别误会，我和叶雪婷已经是过去了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姚思雨，该轮到你抽血了。护士的声音在一旁适时响起。你在医院？严雨书的声音有一些愕然。这不重要了。你记得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我平静地说道。听到我再次提起离婚，严雨书有些气急败坏。
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我和叶雪婷没什么。你是不是从来不信我？所以叶雪婷出现后，你才会这样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肚鸡肠？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我挂断了电话。严雨舒再也没有打电话过来。即使听到我要抽血，知道我在医院，他也没有一点点关心我。不过我早已经习惯了，他从来没有关心过我。我总觉得，比起夫妻关系，我们更像是两个熟悉的陌生人。傍晚，我吃过饭，坐在病床上把玩着手机。叶雪婷又发过来一条消息，我点开，是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她和严雨舒应该是在私人影院。她靠在严雨舒的肩头，两人动作亲昵。我讽刺地笑了笑。这就是严雨舒说的，他们两人清清白白，没有任何关系。鬼才信。姚思雨，退出吧。叶雪婷又发送了一条消息，这是在向我示威。我回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拉黑了叶雪婷的联系方式。随后，我登上我的社交平台，我退出了。你们慢慢玩。我还配上了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叶雪婷发给我的信息的截图，并艾特了严雨舒和叶雪婷。所有的亲朋好友以及大学同学都能看到我的这条动态。我不想再忍下去了。既然他们想在一起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可怜可怜他们吧。只要他们能够扛住这份压力，那我就真心的祝福他们，一生一世，永远锁死。大概是我病得越来越严重的缘故。最近我明显感觉到我头疼得越来越频繁。次日一大早，我的头便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。我被疼得冷汗连连，像一只受惊的虾一样蜷缩在病床上。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我刚艰难地接起电话，耳旁便传来了严雨舒有些愠怒的声音：“姚思雨，你发的动态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你这样做会对我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吗？我现在快被你给毁了，你知道吗？”严雨舒沉闷的声音炸得我更加头痛欲裂。我还没来得及回话，电话那头就传来叶雪婷的抱怨声：“阿舒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姚思雨就是这样的小心眼。”叶雪婷的这句话加上身体上的疼痛，猛然地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。我朝着电话那头吼：“对，我就是小心眼又怎样？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接受不了就和我离婚，和我离婚不就好了？”电话那头的严雨舒似乎被我的态度吓到了，他半晌都没有说话，等到再开口，语气已经带上些许的哽咽：“你不能和我离婚，姚思雨，你欠了我的。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答应过我的吗？”我有些狼狈地挂了电话。
接着抬头怔怔地看着天花板。是我欠了他的。刚领证的时候，我和他回了一趟母校，就是那一趟让我失去了所有。我们明明可以好好在一起，可偏偏他遇到了我的舍友。从舍友嘴里，他知道了叶雪婷保送的真相。我说当初为什么姚思雨非要主动退出啊？原来是为了帅哥。严雨舒是个聪明人，就这一句话，他就推测出来所有的真相。当天下午，他带我到学校已经标注为不可进入的荒楼里，并拼了命地和我争执厮打。挣扎中，他不小心摔下楼梯，右腿还插进了一旁学校还未来得及修整的钢筋上，鲜血染红了我的视线。等到送到抢救室，一切都晚了。严雨舒右腿虽然保住了，但他的右腿韧带断裂，再也无法像一个正常人般行走。那一夜的哭泣声，是我这么多年都遗忘不掉的噩梦。原本破冰的情感被迅速收回，只留下严雨舒越来越冰冷的脸。他向我提出了离婚，我不愿意。我好不容易从枝头摘下的花，从水里捞起的月，我真的舍不得呀。可现在，我就要死了。我这才想明白，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永远放不下谁的。好，既然他说这是我欠他的，那我拿我的命去还，可以了吗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严雨舒都没有再打过电话来。叶雪婷停止对我的骚扰，伴随着我头痛越来越厉害，我的五感也越来越模糊。姚思雨，你的家人呢？主治医生看着我刚刚拍的报告，一脸严肃。我的父母在我很早的时候便离世了。如果说是法律上的家人，那么只有严雨舒一人。严雨舒，哎，算了。我苦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主治医生怜悯地看着我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恐怕现在连3个月也没有，现在只能手术。主治医生顿了顿，手术的成功概率也只有20%。你想好了吗？思虑良久，我咬了咬牙，点了点头。虽然只有20%的机会，但是我依旧想要赌一把。我真的很想活下来。随着那条动态的发布，许多认识我和严雨舒的人都给我发消息，询问事情的缘由。我没有回复任何消息，算是默认了他们的猜测。随着各界人士的深扒，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士现身，不断有人开始谴责严雨舒和叶雪婷的做法。不是，这姐们牛逼呀！别人是谈恋爱零存整取，这姐们是把对象寄存，准备回国领取呀。3个颠公颠婆，要不你们3个一起过吧，别祸害别人了。事情越闹越大，严雨舒终于坐不住了，他又开始不断地跟我打电话。我听着不断响起的电话声，
只觉得心烦意乱，索性将他的手机号码拉进黑名单。可是严雨书依旧不死心，换了许多陌生的电话号码给我发短信。姚思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毁了我，你知道吗？多亏你，我现在工作也已经快丢了。你在哪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需要当面谈谈。看着源源不断发来的短信，我心中一阵心烦意乱。我将手机关机扔在一旁，深呼吸一口气，终于清静了。时间很快就到了动手术的那一天。姚思雨，放轻松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主刀医生鼓励地看着我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看着刺眼的灯光，竟然觉得眼前一酸。生病这么久，严雨书从未关心过我一句。除了关心我的人，只有我的主刀医生，而本应该陪伴在我身边的老公，此刻却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不顾我的死活。这实在是太讽刺了。护士拿过来一个面罩，我深呼吸一口，几秒后，我陷入了黑暗。再次睁眼时，我已经回到了家中。一抬眼，严雨书竟然站在我面前，一脸不悦地看着我。我被吓了一跳。阿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正说着，却看到严雨书突然起身，径直穿过了我的身体，朝着大门走去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，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。他怎么会穿过我的身体？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却发现如今的我已经没了影子。又过了好几分钟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已经死了，死在手术台上了。弄清楚这一点后，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我看着严雨书开门，让叶雪婷走了进来。她像女主人似的，换上我的拖鞋，然后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阿叔，你还没有联系上他吗？严雨书看着手机，摇了摇头。接着他又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关机的提示音，让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。姚思雨一定是故意给我难堪的。严雨书一咬牙，将手机摔在了茶几上。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没想到他到现在还误会着我。要不然等他回来，你当面找他聊聊看吧。叶雪婷提议。我叹了一口气。我当然也想和严雨书当面聊聊，毕竟这婚还没有离呢。可是啊，没有办法，我已经死了。叶雪婷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眼睛一亮，一把搂过严雨书。阿叔，反正姚思雨也不接电话，这不就说明他根本不在意吗？实在不行，你干脆就把离婚协议签了吧，我们正好。严雨书闻言，猛然抬头，他摩挲着手指上的婚戒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一把推开了叶雪婷。不行，
现在不可以。我有些惊讶地挑了挑眉。我以为严雨舒会很果断地答应叶雪婷的要求。毕竟，就算和我结婚以后，严雨舒也没有真正放下过叶雪婷。叶雪婷眯了眯眼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。阿舒，你不会真的喜欢上姚思雨了吧？你别忘记了，当初如果不是他用出国名额诱惑我，结婚的就会是我们。我听着叶雪婷的话，张了张口，心中一片苦涩。他说的这些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可是我始终自欺欺人地相信，我对严雨舒这么好，他总有一天会爱上我的。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。严雨舒的心中一直都没有我，甚至我和他的婚礼也只是简单的举行了一个仪式。见严雨舒不说话，叶雪婷有些着急了。她一把掰过严雨舒的肩膀：“阿舒，你想清楚，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再不想出一些解决的法子，你的工作就要保不住了。”严雨舒呆呆地看着叶雪婷，刚想开口，突然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。我站在严雨舒身旁，瞄了一眼，上面的备注正是我的名字。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会给严雨舒打电话？严雨舒一见是我打过来的，迫不及待地接起了电话。姚思雨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，你赶紧。喂，是姚女士的家属吗？电话那头响起了一道女声。这里是首都总医院，姚女士手术失败，经抢救无效，已经确认死亡，请你们现在过来办理手续。原来是医院打过来的电话。听着医院那头宣布我的死亡通知，我不由得有些感叹。从别人口中听到自己的死亡通知，这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吧？什么？严雨舒愣住了，脸色越来越白。你们是在开玩笑吗？严雨舒的声音有一丝明显的颤抖。姚女士得了脑癌的事情，你们作为家属不知道吗？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一丝责怪的意味。你们来医院就知道了，请尽快过来办理手续。我眼看着严雨舒挂了电话，浑身像是被抽干力气般跌坐在沙发上，而叶雪婷此时心里都快要乐开花了吧？那微微勾起的唇角一下子就揭穿了她，也是难为她表面上还要为我难过了，真是恶心。严雨舒反应过来后，猛然起身，抓起衣服就往门外冲去，丝毫没有顾忌在后面一直大声叫她的叶雪婷。不知道为何，我的灵魂没办法离开严雨舒。她刚离开家，我便感觉眼前一黑。再次清醒的时候，就出现在她车子的副驾驶上。几个小时过后，严雨舒终于在医院见到了我的尸体。她颤抖着嘴唇，
慢慢上前掀开了白布。我忍不住好奇，凑上前去看。眼前的景象，连我本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我躺在床板上，面色铁青，浑身是血，头顶还有一道长达10公分的疤，弯弯延延的，看起来格外恐怖。严雨舒大概也是被吓得不轻，尖叫了一声，随即晕倒了过去。醒来后，他像是接受了现实一般，神情麻木地替我穿好了衣裳，办理了手续，随后将我火化。看着严雨舒手上装着我骨灰的盒子，我有些可惜地摇了摇头。早知道，我就应该早一点提出离婚。我不想死后都被困在他身边啊。严雨舒回到家后，一反常态地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出去见任何人，不吃饭也不睡觉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我的骨灰盒子。我看着他这浑浑噩噩的样子，有些疑惑。如今终于甩掉了我这个狗皮膏药，他应该觉得高兴才对。怎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？中途叶雪婷打来过很多电话，严雨舒都没有接。终于，叶雪婷忍不住了，找上了门来。我看着她推开大门，一把将严雨舒拉了起来。严雨舒，你振作一点，人已经死了。现在公司那边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你去解决。你要是还一直这样，你的工作可真就保不住了。他顿了顿，突然笑着对严雨舒说：“反正姚思雨也不在了，正好，你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尽快去领证。”叶雪婷话音刚落，严雨舒突然抬起头来：“谁跟你说我要离婚？谁准你进我家的？你出去！出去！”严雨舒疯了似的推着叶雪婷，叶雪婷没办法，只能摔门而出。房间内一下又安静了下来。严雨舒回到房间，抱着我的骨灰盒，不知道又在想什么。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当初不顾一切想和叶雪婷在一起的是你，如今你又做出这副样子，是给谁看呢？总不能是给我这个死人看的吧？要真是，那你也是够贱的。又待了一会儿，严雨舒突然想起想要收拾我的遗物，家里已经没有我的东西了，所以他只能打开我的行李箱，将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。突然间，从一件衣服口袋中掉落出一盘光碟，我一眼便认出，那是我和严雨舒准备求婚时候准备的光碟，里面刻录了我认识严雨舒以来的每一件事情。因为当时结婚时，严雨舒要求婚礼只是简单举行一下就行，所以这张光碟我至今没有拿出来过。严雨舒表情有些疑惑，他妈撒着光碟，忽然起身想要在家里搜寻能播放的工具，但他不可能找到。这个东西10来年前算是流行，
可现在早就被更简单的替换了。我看着他满脸眼泪地瘫坐在地上，喃喃出声：“怎么会没有呢？”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起身，拿着光碟出了门，找到了一个老旧的网吧进去。开机后，他把光碟放进了电脑里，影片开始播放了。我略显青涩的脸庞出现在电脑屏幕前，同时耳机里缓缓传出我的声音：“阿叔。”没想到吧？我是姚思雨。严雨舒的眼眶瞬间红了。阿叔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1周年的纪念日，我希望你永远开心。阿叔，我知道你喜欢吃草莓味的蛋糕，所以我给你买了好多蛋糕。阿叔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那套蓝色西装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影片最后，我拿着一束红玫瑰单膝跪地：“阿叔，我爱你，你娶我吧。”严雨舒看完终于忍不住了，趴在电影桌前嚎啕大哭。姚思雨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错了。姚思雨，你回来吧，我求你回来吧。看着严雨舒这副模样，我眼眶有些微红，心口有些酸涩。我下意识地走上前，想为他拭去眼泪，手指却穿过了他的脸庞。我看着自己有些透明的双手，只能无奈地笑了笑。太晚了，严雨舒，你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。回家后，严雨舒抱着我的骨灰，又是一夜未眠。次日清晨，他便拿着我的骨灰跑了出去。他花了大价钱，找了一块墓地，将我安葬在那里。姚思雨，风水先生说这里是块好地方，依山傍水。你向来又喜欢安静的地方，想必在这里你应该会很开心吧？严雨舒哽咽着，不断擦拭着墓碑。看着墓碑上我那张青涩的照片，严雨舒忍不住了，又趴在墓碑上呜咽了起来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很想你回来。听着他的称呼，我有些怅然。我们结婚10年，他从来没有叫过我老婆。如今我死了，倒是如愿以偿了。可是啊，我已经不需要了呀。望着哭得越来越厉害的严雨舒，我叹了一口气，忍不住隔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严雨舒耳边鬓发微动，他猛然抬头，双眼通红地望着我这边。是你吗，老婆？我有些惊讶，难道他能感受到我？我朝他摆了摆手，看着他茫然的目光，忍不住有些泄气。从墓地回来之后，严雨舒变得越来越颓废，他整日将自己关在家里，除了喝酒就是睡觉，再不然就是对着我的照片喃喃自语。随着我死亡的消息一放出，网上对于严雨舒和叶雪婷的声讨
越来越多。因为严宇书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总监，所以舆论对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。公司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，所以正式将严宇书停职了。严宇书在家的时候，不停地有记者和网络拜访的电话找上门来，他倒是毫不关心，索性将电话关机，没日没夜地将自己关在房间里。因为公司联系不上严宇书，就直接把他的停职通知书交给了叶雪婷。可他也打不通严宇书电话，只能直接找上门来。这是你的停职通知书。叶雪婷将通知书递给严宇书，严宇书接过通知书，随意地放在了桌上。阿叔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叶雪婷有些担忧地看着严宇书。出乎意料的，严宇书抬眼看了他一眼。你现在倒是在这里扮演好人了。严宇书讥讽出声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叶雪婷皱了皱眉。严宇书也不多话，直接掏出了我的手机，打开了我和叶雪婷的聊天界面。这些是你发给姚思雨的消息，对吗？我就说，为什么姚思雨一定要和我离婚？原来都是你在从中作梗，是你破坏了我们的感情，是你害死了姚思雨。严宇书一把推开叶雪婷，朝着叶雪婷低声吼道。叶雪婷闻言，面上也已然有了一些怒气。她冷笑一声，一把拽过严宇书。现在你倒立起牌坊来了。当初是谁知道了我回国，说想见见我的？如果不是你主动说下来找我，我根本不可能来见你。叶雪婷将严宇书一把推倒在地。严宇书，你虚伪的让我恶心。严宇书跌坐在地上，又哭又笑。我恶心？那跪在地上说姚思雨用名额诱惑你抛弃我的人是谁？是你抱着我，说在国外想我，说会弥补我，说姚思雨对我不是爱情，是你毁了我和他。他怒吼一声，接着强撑着自己站起来，朝着叶雪婷冲过去。叶雪婷自然不可能任由他打骂，在他冲过来的时候，就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打了严宇书一巴掌，把他打倒在地。他甩了甩手，语气愤怒地开始骂严宇书。严宇书，你这个疯子，别把自己说得这么无辜。姚思雨对你是不是爱情，你自己感受不到？到底是我对你的征服欲，还是你对我的不甘心？毁了一切的是你，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年你都不和他同房？说到底，你不过是看不上他罢了。说完，叶雪婷转身离去。看着严宇书这个疯魔样子，我也有些怔然。这和我印象中的严宇书完全是两个人。严宇书莫不是疯了？半夜，严宇书突然从沙发上惊坐起来，我在他身旁，被吓了一大跳。你这又是怎么了？
我下意识冲他问道。当然。他没有回答我。我一路跟着他来到书桌前，只见他打开电脑，不停地在键盘上敲打着什么。我凑近一看，才发现他写的竟然是一封忏悔信。信中交代了他和叶雪婷发生的一切事情，最后还揭发了叶雪婷作为公司高管偷吃回扣、偷税、漏税等种种事例。我看着正在专心敲键盘的严雨舒，表情有些复杂。没想到严雨舒这下是彻底准备和叶雪婷撕破脸了。不过以这种方式，也是杀敌100，自损8000。这算是什么？对我的愧疚吗？想对我赎罪？我就这样看着严雨舒，呆呆地坐了一晚。果然，昨夜严雨舒的忏悔信一经发布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他昨晚还特地将手机重新开机，就是想看看叶雪婷明早气急败坏找他的样子，说这也是为我报仇。果然，叶雪婷一大早就疯狂地给严雨舒打来电话。看着叶雪婷不停发来的短信和电话，严雨舒笑了一声。我敏锐地察觉到，他笑声里有一丝决绝的情绪。他关掉手机，朝着储物柜走去，看着他拿出了满满一瓶安眠药，我心中立刻涌起了一丝不安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有些焦急地问道。姚思雨，我对不起你。别害怕，我来陪你。严雨舒喃喃道，接着打开安眠药瓶子，不要命似的往嘴里塞安眠药，硬生生地把药干吞下去。停下！严雨舒，你疯了！我心下一急，赶紧出手想拉住他。但是我的手却直直地穿过他的身体，我泄了气一般地垂下双手。不一会儿，一瓶安眠药便见了底。我只能呆呆地盯着严雨舒，药效很快便起了作用。严雨舒倒在沙发上，口吐白沫，不受控制地抽搐着。同时，我只觉得身体一轻，周遭的景色逐渐开始变得透明起来。我知道，我要离开了。突然，严雨舒看向我的方向，瞳孔猛然一缩。姚思雨，是你吗？我蓦然抬头，对上他的视线。看来，他也快要死了呀。姚思雨，你等我！严雨舒艰难地朝我伸出双手。我没有回应他的话，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朝着身后的光亮处走去。这一世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我不怨他了。但是严雨舒，下一世，我们不要再相遇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